天的故事就发生在2个普通大学生之间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，没有刻意制造的浪漫，有的只是一个安静的下午，一家熟悉的咖啡馆，以及2个彼此陪伴很久的人。故事的主角，一个叫一博，一个叫战。那天下午，阳光透过咖啡馆的大窗户，暖暖地落在木桌上，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旧书的味道。这里是他们最喜欢来的地方。一博是一名建筑系学生，他的毕业论文截止日期就在星期五。为了完成设计图，他已经连续熬夜好几天，桌上的草稿纸堆了一层又一层，可他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而坐在他旁边的战，则是一脸疲惫地盯着电脑屏幕。相比一博的个人论文，战的工程系毕业设计更加折磨人，因为这是小组作业。最可怕的是，4个人的小组，真正干活的只有2个人，剩下的人不回消息，不参加讨论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数据整理都不做。战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，他看着电脑上的数据，脑子越来越乱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坚持下去。就在这时，一博停下手里的笔，轻轻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只是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战心里突然酸了一下。因为很多时候，人真正崩溃的瞬间，不是被责怪的时候，而是有人温柔地问你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很累？”战苦笑着承认了自己的压力，他说自己真的快撑不住了。其实大学里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时刻，明明已经拼尽全力，却还是觉得孤独。别人只看到结果，却没人知道你一个人熬了多少夜。可一博没有说那些空洞的安慰，他只是很认真地看着战，然后说：“虽然我帮不了你做工程计算，但我会陪着你。有时候，人需要的从来不是大道理，而是有人告诉你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扛。”后来，一博开始认真帮战分析问题，而战也在看一博的建筑设计图时，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。他说：“也许你不用强行把所有建筑连接在一起，你可以设计一个中心区域，让所有空间自然融合。”就是这一句话，让一博突然灵感爆发。原来，真正好的设计，从来不是强行拼凑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其实也是这样。有些人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坐在你身边，就已经能让你安心。那天晚上，他们一直待到咖啡馆快打烊，战实在太累了，甚至坐着都能睡着。一博看着他疲惫的样子，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说不清的心疼。于是他陪战一起回家，一路上战困的连路都快走不稳，而一博始终扶着他的手臂，小心照顾着他。其实喜欢一个人，很多时候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，而是你会下意识担心他有没有吃饭，会怕他太累，会想替他分担所有压力。到了战的公寓后，一博帮他整理床铺，帮他盖好被子，而战迷迷糊糊之间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“别走，好吗？”那一瞬间，一博的心彻底乱了，因为他发现自己早就不只是把战当朋友。那一夜，他们靠在一起睡着了，而真正改变两人关系的是第二天早晨，阳光透进房间的时候，战比一博先醒来。他安静地看着身边熟睡的一博，眼神温柔得不像话。他轻轻摸着一博的眉眼，小声说：“你真的很好看。”然后
他终于说出了藏在心里很久的话。他说，他喜欢一博，喜欢到害怕失去，喜欢到宁愿永远当朋友，也不敢说出口，因为他害怕一旦告白，连现在的关系都保不住。很多人看到这里，应该都会有共鸣吧？现实中的喜欢，往往不是电视剧里那样勇敢，更多时候，我们害怕被拒绝，害怕关系变尴尬，害怕连朋友都做不成，所以很多感情最后只能变成沉默。可占不知道的是，其实一博早就醒了，他听见了所有话，包括那句我想和你不只是朋友。等站洗完澡出来时，一博已经站在门口等他，没有犹豫，没有逃避，一博直接抱住了他，然后认真地告诉他，我也喜欢你。那一瞬间，站彻底愣住了。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害怕同一件事，明明彼此喜欢，却都以为只有自己在偷偷心动。这大概就是爱情里最遗憾也最幸运的地方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因为害怕而错过彼此，幸运的是，他们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。后来一博对战说了一句特别让人心动的话，以后你的压力我陪你一起扛。真正成熟的爱情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那么简单，而是你的难过我愿意分担，你的疲惫我会心疼，你的未来我想参与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们不再只是朋友，他们依然有论文要赶，有截止日期，有现实压力，可因为身边多了一个愿意陪伴自己的人，一切好像都没有那么难了。也许很多人都会羡慕这种感情，不是因为浪漫，而是因为真实。现实里的爱情未必要惊天动地，有时候只是深夜里的一杯咖啡，是一句我陪你，是有人愿意在你最累的时候轻轻抱住你，这就已经很珍贵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也喜欢一个人很久了，你会选择鼓起勇气告白，还是像战一样把感情藏在心里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